维吉尼亚负鼠 Virginia opossum 是一种生活在北美洲的有袋类动物，科学名称为 Didelphis virginia。它是唯一一种分布于美国和加拿大的有袋类物种。在北美地区，人们通常简称其为 possum， 尽管俚语中有时也会用到 possum 这个词。有趣的事实，维吉尼亚负鼠会利用其他动物遗弃的洞穴、树洞、垃圾堆、石堆、灌木丛或建筑物作为栖身之处。它们不会在冬天冬眠，但通常会在寒冷恶劣的天气里找个地方躲起来。在康涅狄格州，维吉尼亚负鼠可能会患上冻伤，可能会失去耳朵和尾巴的尖端。导致维吉尼亚负鼠死亡的因素包括人类、捕食、寄生虫、疾病、暴露和饥饿。最大的威胁来自人类和汽车，主要的捕食者包括狗、郊狼、狐狸、山猫、大鹰和猫头鹰。维吉尼亚负鼠感染狂犬病的几率极为罕见。当受到惊吓时，维吉尼亚负鼠会露出它们50颗尖牙，并发出嘶嘶声或咆哮。然而，它们更喜欢避免冲突并被单独留下。由于不具攻击性，当受到人类或捕食者追赶时，维吉尼亚负鼠会迅速退到树上、灌木丛或其他可用的掩蔽处。常见的防御机制是装死，或者被称为装死的负鼠。当它们被困住或受到威胁时，一些捕食者可能会认为维吉尼亚负鼠已经死了，然后离开。在康涅狄格州，人们可以合法的捕捉和猎杀维吉尼亚负鼠。近年来，美国的维吉尼亚负鼠捕获数量已超过100万张皮毛，每年价值超过250万美元。背景：维吉尼亚负鼠是康涅狄格州唯一一种有袋类动物，它属于有袋动物目。实际上，在墨西哥以北，它是唯一一种有袋类动物。有袋类动物是一种拥有育儿袋的动物。维吉尼亚负鼠存在的时间可以追溯到恐龙时代，至少7000万年，是地球上存活时间最长的哺乳动物之一。在20世纪初之前，康涅狄格州并没有维吉尼亚负鼠。由于它们适应不同的栖息地和食物来源的能力，维吉尼亚负鼠在20世纪从美国东南部扩展到东北部地区，并且现在在整个新英格兰地区都能找到它们。描述：维吉尼亚负鼠是一种中等体型的动物，长约15到20英寸，不包括尾巴，体重在4到12磅之间。它们有长长的、粗糙的、灰白色的毛发，虽然偶尔会有黑色、棕色和白化的负鼠出现，但它们非常罕见。负鼠有尖尖的、细长的口鼻部，明显的细耳朵和短腿，一条长长的9到20英寸，鳞片覆盖，毛发稀疏，能够抓握的尾巴有助于负鼠攀爬时的平衡。尾巴也适合抓握和缠绕物体，但不能长时间悬挂。负鼠每只脚有5个脚趾，后脚的第一脚趾可相互对立，无爪，类似拇指。这些拇指帮助负鼠攀爬时抓住树枝。雌雄两性在外观上相似，尽管雄性通常比较大。栖息地和饮食：维吉尼亚负鼠非常适应环境，只要有食物、水和避难所，它们就能生活。它们居住在河流、池塘、湖泊、沼泽和湿地等林地区域。农田和小片的树林比大片的森林更受它们的喜爱。负鼠通常也会生活在居民区，在后院、棚屋和其他附属建筑下搭建家园。负鼠既是食腐动物，又是杂食动物，主要在夜间觅食。它们通过敏锐的嗅觉找到食物。它们的饮食主要包括昆虫、蠕虫、腐肉、死去的动物、爬行动物、两栖动物、鸟类及其蛋、甲壳动物、浆果、水果和小型哺乳动物。生活历程：在康涅狄格州，维吉尼亚负鼠通常在3月初开始繁殖，妊娠期大约持续13天，它们每年会产1到2窝幼崽。
平均每窝有9只幼崽。它们刚出生时非常小，大约像一颗豆子，而且看不见。它们会爬行几英寸到母负鼠的育儿袋，栖伏在一个奶头上，并且会锁定在上面大约60天。80天后，年幼的负鼠断奶，离开育儿袋。通常可以看到它们骑在母负鼠的背上。到了100天大，它们通常能够独立生活。第二窝幼崽出生通常是在第一窝幼崽断奶后2周，负鼠可能在它们出生后的第1年繁殖。管理困扰，在你的院子里有维吉尼亚负鼠不应该是个问题。这种不具攻击性和不破坏性的动物不会挖掘草坪，攻击或威胁宠物，或挖掘洞穴。维吉尼亚负鼠可能会进入留在户外的垃圾或宠物食物，有时会闯入家禽场或花园，吃蔬菜、苹果和草莓。然而，它们对人类更有益处，因为它们会吃很多种类的昆虫，比如蟋蟀和甲虫，还会吃老鼠和田鼠。最好的建议是让维吉尼亚负鼠保持一定的距离，并学会与它们和平共处。然而，如果你真的想要让这个邻居离开，你可以采取一些措施，消除或固定食物诱因。晚上把宠物食物收进来，保持垃圾被盖住并放在安全的地方，车库、棚子。清理果树下掉落的水果，适当维护家禽场和鸟舍，用篱笆保护花园。这些措施也可以减少遇浣熊、臭鼬或熊的问题。晚上让你的院子保持良好的照明。维吉尼亚负鼠更喜欢黑暗，通常会避开光线明亮的地方，消除藏身之处。在阳台、棚子和其他结构下面放置篱笆，可以在阳台底部安装金属网，篱笆应向外弯曲，延伸大约2英尺，然后埋入地下几英寸深处。今天我们了解了负鼠，是不是很有趣呢？希望大家喜欢本期视频，那么我们下期见。